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嘎。今天非常特别的，我们又很荣幸的邀请到小香菇主厨。哇，小香菇主厨，好久不见喽！嗨，好久不见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香菇。那今天呢，你来到我们这边，又要帮我们介绍什么美味的东西呢？今天我们要制作的东西是酵母。酵母是，也就是说在超市可以买到一包一包那种酵母。对，超市一般买到的都是速发酵母。哦，那你那个是慢发酵母。也不是，因为其实酵母啊，它都是天然的酵母，只是你可能去买到比较贵的面包或者是馒头，它会强调它是天然酵母。可是更精准的说法是，酵母都是天然的，而差别在哪里呢？一般我们市面上买到的那种速发酵母，它是商人他们可能在商业上的需求，他们希望酵母的发酵是稳定性的，而且快速的，他们比较能够掌握时间在烘焙的方面，所以他们就会找寻比较适合的酵母，然后加以大量的培养，再干燥，然后再贩售在市面上。那我们一般采购那种酵母回来制作面包或者是馒头之类的发酵食物，在时间的掌控方面会比较容易。对啊，可是我们自己做的天然酵母，它就是在整个培育的过程当中，它会更天然，而且因为酵母刚刚讲过都是天然嘛，那它两个差在哪里呢？一个是商业用的酵母，它要求的就是稳定性跟时间，可是我们自己制作的酵母，它会比较，就像你讲的比较慢，它可能在制作的过程当中，你在时间的掌控是一个比较需要斟酌的，因为环境啊影响的因素很多，可是它含有的益生菌会比较多，然后对身体也比较好。因为它可能经过一些时间的发酵，所以你会发现，一般如果你有买过天然，它强调天然酵母，他们自家制作的酵母所制作的面食，你会发现它这个面包啊，它的孔洞比较大，因为它需要发酵的时间会比较久。对，我们去买那种很贵的面包的时候，那里面的洞都很大，对，所以那种就是用天然他们自己做的酵母。对。那这个酵母，你说这酵母，可是它就是一种细菌嘛？对。那我们要去哪里找出这个细菌出来？其实你在自己家里面就可以制作了。所以我们家很多所以我们家很多细菌就可以去做。并不是，就是通常我们都是用水果，你可以用苹果，或者是比较简单的葡萄干。然后你只要用葡萄干加水。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的那个制作过程有点像酿酒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自己家里面酿过酒？只是我们一般酿酒的话，就是水果，然后加上酒，然后再来就时间，它就会最后发酵嘛，然后过程就会是酒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做的天然酵母也是一样，我们就葡萄干加水，对，然后再来就交给时间。所以这个天然酵母听起来好像很厉害，但是其实大家在家里都可以做咯。对，因为它比较费时，就是要刚啦。花时间，但是需要什么很难的技巧吗？不用。所以就是只要知道制作方式，在一些时间就可以做出来了。是的。哇，那太好了。那我们家里呢，常常如果在自己烤面包的话，你如果能够自己来做这个天然酵母，那你做出来面包就更厉害喽。好，那就麻烦小香菇现在赶快帮我们介绍如何去制作这个天然酵母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马上把棚内交给小香菇主厨来帮我们介绍吧。Hello， 大家好。那我们现在就要介绍制作天然酵母需要哪些器具还有材料。我们需要的器具有干净消毒过的玻璃罐1个，需要的材料有葡萄干60克，第2样材料糖10克，第3样材料水250cc。简单的3个东西就可以制作天然酵母哦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制作咯。首先把60克的葡萄干倒入干净消毒过的玻璃罐，记得哦，一定要是消毒。那你玻璃罐的消毒可以先用热水烫过，
然后再风干。我是还有特别在用酒精消毒，不要受污染，这样子我们在自己做天然酵母的成功率才会比较大，然后也比较容易成功。再来10克的糖，一样也是倒入玻璃罐中，3个东西就可以完成咯。葡萄干60克，糖10克，250cc 的水。那这水也记得哦，你要烧开之后再放凉，一样都是要杀菌消毒。然后就把水倒入。好，3个东西混合，搅一搅。培育的过程中啊，就是不要让灰尘跑进去我们的玻璃罐里面，但是又不可以完全的密闭，所以啊，我们就会用一个塑胶袋将瓶口的地方封住。那你就搭配橡皮筋，这样封住。塑胶袋将瓶口的地方封住以后，我们再用针在上面戳几个小洞，这样确保空气的流通，因为我们要放在室温就可以咯。我们今天要培育的天然酵母，就是要培育附着在葡萄干上面的菌种，然后借由水跟糖将它培育出来。所以我们混合之后搅拌均匀，这样就可以交给时间。那过程中我们每一天会带你一起观察它的改变。那预计1周7天的时间，我们的菌种就可以培育完成了。这样就做好了。是啊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比我想象的简单呢。对。哦，那所以这就是要一直放让它自己长出来哦。时间就是最棒的魔法师。所以说瓶子里面如果一开始有别的细菌，一定不行，对不对？对，最后就会失败。所以我们会慢慢观察，你会发现它最后成功的时候，闻到的是酒香，而不是那种喷的臭味。那这个如果不是用葡萄干，用别的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还有你也可以用水果，就是苹果，你就把苹果切片，然后一样也是放进去，然后糖还有水，一样也可以这样制作。那所以如果用别的水果去做出来，就会有不同的风味，对不对？对，水果就苹果菌种、葡萄干菌种，所以它做出来面包就会味道也很不一样了。应该差异不大啊，主要是酒香。还有人是说，这种自己制作的天然酵母所制作出来的面包，它会口感的话会有偏酸，跟一般的市售酵母比较的话，好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观察它1个礼拜，来看看它每天有什么样的变化吧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我们的天然酵母制作完成吧。你只要把它放置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就好了，不要让它晒太阳，就是阴凉通风，然后每一天观察。所以我们明天见。明天见。Hello， 今天是第二天，然后可以观察一下，你可以把它打开来，然后闻闻味道。基本上就是葡萄干泡水的味道，所以就是有葡萄干的味道。然后你可以摇晃一下瓶身，让材料能够更均匀的混合。好，第二天还没有冒泡，我们就再把它盖回去咯。OK， 明天见。Hello， 今天是我们天然酵母制作的第3天咯。那第3天的时候，你可以观察，发现葡萄干基本上都已经浮到水面了，然后它也会伴随着很多的泡泡。
有看到吗？一些小泡泡，然后还时不时会有冒泡。有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泡泡一直冒上来呢？有，那就是酵母在运作哦，然后它就是在发酵，所以我们有成功的养活了天然酵母。好，那我们就是让它再充分的运作。好，那不要忘喽，一样要摇动，再增加它混合的均匀。浓浓的香味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期待咯。好，那就再让它安静的发酵咯。OK。Hello， 今天是第4天哦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葡萄干一样都是悬浮在上面，而且啊，你可以很清楚的听到泡泡冒上来，啵啵啵啵的声音哦，然后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泡泡不停的出现在眼前，代表啊，它非常有生命力哦，活性十足。那我们把它拿起来，闻闻它的味道哦。一样有听到啵啵啵的声音，然后啊，可以闻到的是葡萄味，还有淡淡的那种酒香哦。所以看来这次很成功哦。那我们的时间预计就是7天，所以好好等待咯。不要忘了你每天要做的事情哦。再把它摇晃，让它更均匀哦。好，然后静置。OK， 明天见。今天是第5天哦，那我们一样来观察一下它的变化哦。你会发现它浮在水面，一样是浮在水，然后也闻得到香味，而且酒香的味道是越来越浓咯，颜色其实是越来越浑浊了，然后泡泡越来越多，酒香越来越重。好，那一样哦。Hello， 对，好 ，OK， 拜拜。Hello， 第6天咯，等待的时间是值得的，因为明天我们就会开始正式的加面粉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第6天它的改变是什么呢？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周围都已经都是小泡泡。然后酒香是你刚刚一把这个防尘的塑胶袋一拿走就会扑鼻而来。然后我们一样闻闻味道，然后听听它啵啵啵的声音。那我们一样摇晃，让它混合的更加的均匀，然后也让它的活力更加的充沛。好，静置。好，那第6天，期待明天咯。一样，帮它把防尘的塑胶袋套上去。它看起来很浑浊，这是正常的哦。只要没有发霉，然后有气泡产生，有酒香，那你的天然酵母制作过程就没有问题。OK， 明天见啦，拜。耶！啊，7天终于过去了，我们的酵母宝宝终于完成了。是啊，那今天你闻到的时候，一定也是浓浓的酒香哦。很像葡萄酒哦。对啊，就是葡萄酒啊。所以如果你闻到的不是酒香，那就代表失败咯。好，所以正常的结果是浓浓的酒香哦。真的很像葡萄酒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怎么让它变成可以做面包的样子，把它倒到面粉嘛？对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正式的喂养我们的天然酵母。
还要喂它吃东西哦。对，每天从现在开始喂养它，然后以后就是每天定时要做的事情。它就是个小 baby， 所以你就是每天要去照料它、关心它。所以它就是一直养，一直养，它就不会死掉。对，所以就是你可以一直用它做，然后它又会再生小宝宝，然后再做。对，哦，就不用买酵母啦。是啊。好，那如果比较没有空，没有办法那么定时的去做面包，也没有关系哦。你就把它冰冰箱，叫它睡觉。它在冰箱会睡觉。对，它在冰箱，它就会睡着了。不会冷死吗？不会。然后等你要在做面包的时候，你再把它拿出来就好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教我们看怎么喂它吃东西吧。那首先我们先把浮在表面的葡萄干捞出来。哦，所以葡萄干不用了，不要了。葡萄干是不用的，我们只需要它的液体的部分。那葡萄这样捞出来可以吃吗？正常来说是可以啊。你也可以想办法再去做其他的处理方式。像你可以准备做你的那个上次做起来很好吃的。那我吃看看。饼干啊。哦，很久吗？就是酒啊，酒酿葡萄啊。对啊。所以期待你做那个饼干，上次那个饼干好好吃哦。哎呀，不错哦。好，所以我们先把它捞出来。所以我们是要自己酿酒，也可以这样子做。对啊，因为其实酿酒的话也是果类加糖，再用时间就会成功啦。那下一次教我们怎么做酒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可以做像高粱酒那一种吗？当然不可能啊。而且私酿米酒不贩售应该是没有违法，对吧？所以它这样可以做成像米酒的东西啊？我不知道哎。等一下，你要把它捞干净。所以你要记得，我们是要把葡萄干捞干净哦。就是我们不需要葡萄干哦。我们只需要液体的部分，有酒香，颜色是混浊的，这都是正常的哦。只要不是臭味就 OK。葡萄干捞出来咯。然后，所以我们只需要液体，然后再倒入100克的高筋面粉，高筋面粉100克，对，加进去。高筋面粉100克哦，不能用低筋那一种。用高筋效果应该会比较好。那我们先不要一次加完，因为拉。搅拌一下。对。所以它的食物就是面粉。对，这是一开始哦。等明天开始，它每天的食物是面粉、糖还有水。每天都要喂一次？早晚各一次。所以一天吃2餐。那挺麻烦的。所以就是如果你一时间可能有几天不方便的话，那你可以对，要放冷冻还冷藏？冷藏。因为其实天然酵母就在刚刚的液体里面就已经有了。那我们现在加面粉下去，只是让它可以有面团般的面团，天然酵母的面团。天然酵母的面团。等你真的要用这个来制作面包啊，或者或者是馒头那些，可能时间跟比例又是一个考验了。现在已经加入100克的面粉，然后搅拌均匀了，就让它能够开始吃面粉这个食物，然后大概2个小时左右，你会发现它又慢慢的长大。所以它会一直变高。对，它会变高，对，然后2个小时左右，它就开始慢慢变高，然后代表它开始在运作，然后在成长，然后大概6到8个小时之后，它又会开始下降。这些都是正常的哦。当你发现它又开始下降的时候，那其实就是我们又要再喂食它。它东西吃完。对可是我们接着要再喂食它，就不用加到100克面粉那么多了，我们大概就是1汤匙左右的面粉就够了。对。所以基本上我们这样天然酵母就是已经做好的意思了。对。那它这样就可以马上使用了吗？不行，不是现在就开始制作啊，因为你要先观察，确保你的酵母的活性是够的，所以你就要透过时间做个观察，2个小时你回来看它，你会发现它是长高的。那如果是长高，那就代表它的活性成长
力都是正常的。所以就现在再等它2个小时，看看它有没有长高。对对。会不会跟天气温度有关系？就是冷的时候它比较不容易，就是比较不容易活跃的状态。会啊，就跟你一般在做面包的时候，天冷跟天热，你会知道发酵时间长短不一，这是正常的。所以我们如果夏天做，它会更活跃，就对了，这样子。对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观察它一下，看它有没有活跃就对了。对。好了，那我们的这个天然酵母成功制作好了，那我们就观察它。看它有没有活跃起来呢？来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那我们养的天然酵母宝宝已经很成功咯，一样可以闻到浓浓的酒香。然后等它又长高、恢复原状之后，你会发现它比较水水的。然后泡泡一样很多，我觉得有点像啤酒酵母的感觉，跟啤酒上面的泡泡很像。天然酵母养成之后要做的事情就是每天定时的喂养，早晚各一次。那需要喂养它的东西有糖，那我用的是砂糖，然后面粉、高筋面粉。再来就是水，开水是饮用水哦。好，那我用的就用这种小汤匙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先加入1匙的砂糖，4匙的面粉，我都用平平的，4匙。面粉是它的主食。所以分量会比较多，4匙，饮用水3匙。好，那一样就是搅拌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一样可以观察它的变化，它就是吃了食物之后，一样会慢慢的长高，然后又再恢复下降为原来的高度。那就代表你又要再下一次的喂食。好，那其实我们的天然酵母已经养成了，然后你现在就可以使用它来制作你所需要的食物。那原则上每隔2-3天呢，你就可以把一半的天然酵母取出，然后去制作你需要的食物。取出一半去制作，剩下的一半就继续一样的方式喂食，然后维持它的活力。好 ，OK， 拜拜。第2天怎么比？这是8，是这样。第2天，你知道妈妈在做什么吗？是跟你讲过了。天然酵母。天然酵母。对，那里面的是什么东西？葡萄干。对，里面只有3种东西。什么？葡萄干。还有呢？水。还有糖。这个不东西。然后现在就在发酵了。好，拜拜大家，我们去看哆啦 A 梦了。Hello。弟弟，你闻会不会晕倒呢？晕倒。好，那我们一样把它盖起来，静置咯。对，弟弟有没有看到啵啵啵泡泡？爸爸。对，有没有葡萄？葡萄。对，妈妈。摇摇，对，摇摇，弟弟还记得要摇摇。对，好的，摇摇，然后就放着，拜拜。拜拜。对，妈妈在做酵母。酵对，酵母要干嘛的？大大要做面包。面包。对。
对，给你吃。好，OK，拜拜。拜拜。好。